轩辕剑系列可以说是中文游戏界最长寿的 IP 之一，早在 PC 游戏初期的1990年就推出了第一部作品。30多年来，系列正作和衍生作已有近20部，构建了一个相当宏大的世界观。轩辕剑7则早在2020年上市。随着任天堂 Switch 主机逐渐推出市场，我们来看看这款较难移植的游戏表现如何。本视频由游戏圈探索全程赞助播出。本作的背景设定在两汉更替之际，故事由王莽篡汉开始，到光武中兴结束。玩家扮演的主角太史昭在年幼时惨遭李军灭门，只身带着妹妹太史香和父亲托付的天书远遁他乡。13年后，新朝帝皇年间，连年天灾人祸，妖魔横行，导致民不聊生，百姓苦不堪言，各地纷纷揭竿而起。隐居的太史昭因不小心暴露了深藏天书的秘密，不得不再度踏上征程。在旅途中，太史昭与年少时在长安的玩伴墨者楚红重逢，并因缘际会结识了绿林军的刘秀等首领。最终，他将不可避免地见证墨学传承的结局，卷入决定大兴国运的决战，并承担起为天下苍生铲除妖魔的重任。游戏主要在史实的基础上添加了2大超现实要素：妖魔和墨家机关术。这2种设定在前代中便已出现。游戏内有2大反派阵营，李军和妖魔。前者掌握机关武器，阵中甚至有机关兽，是朝廷的精锐鹰犬，驻守在各方要塞。后者则散落山野，形态各异，时常侵扰村庄，杀害百姓，是旅程中主角的主要障碍。其中的敌军阵营包括近战输出、近战防御、远程输出、远程辅助等多种角色，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备的体系。本作的解谜均出现在主线流程中，有一定难度。优点是有几个设计精巧的机关术，也让游戏中解谜关卡的出现更有逻辑性，不像部分游戏中为了解谜而解谜，缺少前因后果。缺点是反复操纵机关有些费时费力，且部分解谜关卡的视角变化有些麻烦。游戏中没有跑步按钮，但在某些位置你会移动得更快。尽管如此，小编还是希望有一个跑步的操作，即使这会消耗一些耐力。其中还有一些经典的平台跳跃部分，按住方向键自动跳跃。在性能方面，视觉效果并不是这款游戏的强项，建模的精细度不高。可能是因为真人脸模演员数量有限，也导致 NPC 大量出现撞脸的情况。每当进入一个新村庄，村中似曾相识的面孔让人感觉似乎回到了原来的地方。特别是儿童的脸部和身体模型有些僵硬，纹理糟糕，抗锯齿效果不好，阴影也不佳，帧率目标是30帧每秒，但会出现很多掉帧和卡顿。过场动画使用了更高细节的角色模型，显得更具电影感。手持模式下有相似的体验，但视觉质量和帧率仍需改进。目标就在眼前，必须拼搏一把。尽管《轩辕剑7》作为传承多年的经典 IP， 但小编还是有一些不喜欢的地方，希望这款游戏在视觉上做一些改进。总体流程不长，17小时基本可以全程通关。总体而言，这款游戏综合评分为7分，目前300左右的售价偏高。相比之下，黑悟空就比较良心了。如果你对这款游戏感兴趣，请在评论中告诉我们你的看法。关注游戏圈探索，带来更多精彩。